要说鲍勃在这条街上最讨厌的家伙，吉米排第2，绝对没人敢排第1。这天一大早，这老小子就来犯贱，嘲笑鲍勃的胡子像个毛毛虫。鲍勃气得双手一叉腰，胡子是男人的代表，总比你们没有好。可惜这句话杀伤力太低了，他低头让路易斯教自己2句，刚一抬头就发现人家已经不在了，这一口气差点没给鲍勃憋坏了。琳达让鲍勃别在意那家伙了，咱们应该专注于家人。蒂娜的13岁生日快到了，大家应该为她做点特殊的派对。一家人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，偷偷查看了蒂娜的日记。虽然这样的行为不提倡，不过确实为这次派对提供了点子。蒂娜似乎很期待今年，还为此专门取了个名字，叫做蒂娜之年。在场除了鲍勃以外，都看过蒂娜的日记了，只能说孩子不善言辞，情绪全宣泄在文字上了。他们叫来蒂娜，问她想要个怎样的派对。蒂娜正值青春期，不想整天看着自己弟弟的纯脸，建议搞个男女混合的派对。汉堡店关门1天，专门招待蒂娜的同学们，最好再搞个 DJ 和烟雾机。派对结束后，大家簇拥着自己和小吉米走到灯光下拥吻。虽然听上去就很贵，但说实话，除了亲吻吉米的孩子之外，其他的老父亲都可以接受。可问题在于，蒂娜这个派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吻，没这个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幸福了。琳达叫走鲍勃，打算和他聊聊。路易斯在一旁悄悄向蒂娜毛遂自荐，要当他的亲吻指导员。然而蒂娜却说自己会接吻，还展现了自己的口技。路易斯上来就是几耳光，老姐你完全就不懂嘛，要是姿势错误，怕是会染上性病的。孩子们相亲相爱的时候，鲍勃愁容满面。这个月他们没赚多少钱，要是搞了更没钱了。琳达让他好好看看他们的乖女儿，鲍勃叹了口气妥协了。作为镇上远近闻名的烟雾爱好者，菲施厄德是鲍勃的首选目标。鲍勃打算向他租借烟雾机，只是租金得晚点付。菲施厄德正巧有事需要人帮忙，他掏出一顶小帽子让鲍勃当司机。此时距离蒂娜的生日还有2周，老父亲为了孩子也是拼了，白天汉堡店，晚上夜司机，琳达都感动了。结束了白天的工作后，家人们聚在一起，蒂娜还在练习如何接吻，用口香糖提升咬肌的速度，到手就能用技术征服小吉米了。鲍勃休息了没多久，又得出门工作了。孩子们都给老爸提了个小 tips， 跟乘客聊天可以赚到更多小费，不要走第1国道会很堵。鲍勃泪目了，孩子们这么懂事儿，自己上班都有劲儿。上车以后打开广播，吹着晚风，鲍勃觉得还挺不错的。他的第1个客人很快就出现了。鲍勃本想着万达码头就是一游乐场，应该不会有奇怪的家伙吧，结果这三毛上来就退车。鲍勃掐着鼻子洗了车，又接到了一对小情侣，一上车就如胶似漆的，把车后座当情趣酒店了。送完他们，鲍勃又回到海边洗车子，这都什么事儿呀？想到刚才那老头把内裤丢自己脸上，鲍勃就忍不住冲了把脸，生怕得病了。那之后的客人也是千奇百怪的，粉色裤衩子的溜冰暴露狂，神色各异的变装皇后们。好在最后几位除了变装没其他出格行为，鲍勃渐渐习惯了司机的生活。说回到路易斯这边，一大早他就在误人子弟，教授着蒂娜亲吻的技巧，什么都往他嘴里塞。鲍勃回到家和家人们分享自己的见闻，在那群变装皇后的带领下，他见到了这个城市意想不到的另一面。鲍勃就困到靠在自己脑袋上睡着了，口水和粘稠的汗滴了孩子一身。琳达希望孩子们体恤一下辛苦的父亲，于是贴心的路易斯将蒂娜用舌头上的香蕉皮蝴蝶结给老爹戴上了。蒂娜来到学校后，将自己的派对宣传单发给了同学们，尤其是小吉米。小吉米听到蒂娜的邀请，脸上满是迟疑，可惜蒂娜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见了对方丰满的翘臀，就和天上的圆月似的，吸引视线让蒂娜无法自拔。鲍勃趁着月色继续自己的跑滴滴之旅，他逐渐开始享受这份工作了，甚至还和那些流浪汉混熟了。这片和谐的区域在夜晚会化身为夜生活丰富的街区，有热闹的俱乐部、拉客的女装大佬、四处涂鸦的混混。鲍勃现在已经加入了产业链，客人动手他就知道对方想干嘛，已然成为了一位皮条客。小费是多了，代价就是白天汉堡店工作时非常累。琳达安抚着老公，这场派对肯定会相当顺利。她一边制作蛋糕，一边询问孩子们蒂娜去哪儿了。路易斯告诉她，蒂娜一直在期待小吉米的回答，要是他能来，可能蒂娜会更高兴，所以她在披萨店门口等着。路易斯还强调一定要穿得性感火辣一点。结果话音刚落，露出肚皮的蒂娜就哭唧唧的回来了，嘎巴一声躺平。他妈了，因为小吉米的父亲不准他参加派对，他认为这都是父亲的错。要不是两方父亲有过节，俩孩子也不至于交友也蹑手蹑脚，自己也不至于这辈子都不知道小吉米的嘴唇有多柔软了。如果小吉米不来，蒂娜觉得自己的派对也没必要办了。琳达听到女儿任性的话很生气，她父亲起早贪黑的为她努力，结果她直接一票否决。琳达一转头就看到鲍勃已经燃尽了，直接一头栽到了蛋糕上。等到鲍勃睡醒，大家还在劝蒂娜，不过事已至此，烟雾机已经租到了，怎么着这个派对都得被办下去。路易斯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说老爸没自己努力，为了老姐的终身幸福，自己可是拼了老命，每天晚上工作训练到很晚。琳达让他别在意，小孩子说着玩的，顺便去跟吉米讲讲道理，不然这太不公平了。眼看到鲍勃脸上的黑眼圈，吉米就嘲笑他很憔悴，没点精气神。之前鲍勃还会因为这些调侃而生气，现在他只想为女儿而战，狠狠质问这个小家子气的男人，为什么不让小吉米参加自己女儿的生日派对？大人家的恩怨拉到小孩子身上真的很蠢。
没想到吉米却和他谈起了交易。他有个收集奇异奖杯的怪癖，不过此奖杯非彼奖杯，是任何让人觉得有成就感的东西，比如化石、飞镖靶，又或是一条花内裤。而鲍勃手头正好有一个他感兴趣的东西，那就是他茂密肮脏的胡子。我靠，鲍勃那就一个气，自己怎么可能把男子汉的象征给你这个大冤家？要真想要茂密毛发，干嘛不去自己做的食物里找？好嘛，之前以为鲍勃不会犯贱，结果触及到底线了，这一开口就是金句。总之俩人梁子算是结下了，没胡子就没小吉米。鲍勃气冲冲回了家，面对家人期待的眼神，鲍勃依旧表示自己无法和那个老小子和解。谁知孩子们一听用胡子就能换来小吉米，直接上刀了。鲍勃也是真的生气了，有时候不是妥不妥协的问题，是真的宁愿去开一辈子夜车，都不愿意被对方以孩子做要挟。没想到蒂娜竟然语出惊人，说他是世界上最自私的父亲。我说老子妹儿，你真是见色忘义啊！夜晚，鲍勃继续跑滴滴，三位变装皇后听鲍勃说了家事后，直言他不能刮掉胡子，因为他们很漂亮。没想到自己的乘客都比家人更能谅解自己。鲍勃久违的没有在收车后回家，打算跟他们一起喝一杯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鲍勃整个人都快累趴了。琳达告诉丈夫，自己已经和蒂娜聊过了，将她工作的辛苦告诉了孩子。蒂娜也愿意在今晚参加派对时出席一小会儿，不是一小会儿，多少有点小牌大耍没拍印刷了吧？琳达还没说完就发觉了鲍勃的不对，她甚至已经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忘记自己吸没吸。总之现在的她异常兴奋，猛如金刚，倒也是金刚，倒头就睡着了。腌黄瓜砸脸，鲍勃才醒，一问老婆，派对半小时前就已经开始了。鲍勃赶忙爬起来，探头探脑往外看，可惜这场派对女孩们都不邀请男孩，仿佛店内有楚河汉界似的，陷入僵局。直到盛装打扮的蒂娜穿着小裙子出现，为了让女儿不要唉声叹气，琳达也是拼了，打开烟雾机想要带着孩子们一起跳舞，结果却收获了孩子们不解的眼神。这时候汉堡店的门被推开，三个姐妹花走了进来，说是鲍勃邀请他们来的。琳达吓一大跳，怎么可以把性工作者邀请到派对上来？鲍勃早就忘光光了，但这些话确实是他说的。他在压力爆炸和姐妹花喝酒后盛情邀请了他们，他们甚至还带来了更多奇奇怪怪的人。蒂娜大受打击，父亲女儿带这种人来都不愿意带自己朝思夜想的小吉米。接下来不管鲍勃怎么和女儿搭话，对方都不理自己，俩孩子就这么隔着玻璃窗相望，活生生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姐妹花们聚过来让蒂娜不要垂头丧气，这可是她最棒的13岁生日。虽然他们是性工作者，虽然他们处于被社会所唾弃的边缘，但他们依然可以温柔地告诉女孩，当你决定成为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你不能让任何事阻止自己。派对不能，男孩也不能，况且你还有一位很好的爸爸，不是很多爸爸都愿意像鲍勃一样为派对做出牺牲的。他昼夜打2份工，不论是他的什么见闻，都值得给他颁个奖。蒂娜在心里纠结了许久，觉得自己是有些过火了，一转头才发现老爸为了自己已经将胡子给剃了，只要是为了女儿，他付出再多都没关系。蒂娜已经和自己和解，她不希望父亲将胡子交给吉米，就算小吉米来了，也不会让这个派对变得完美，因为让派对完美的人已经出现了，正是父爱如山的鲍勃。他为自己之前的种种行为道歉，他长大了，懂得了珍惜。心情愉悦的他很快就参加到了派对中，尽情享受。鲍勃隔窗看到吉米时，对方又很没品的开始嘲笑没胡子的鲍勃。他告诉姐妹花，那家伙就是自己提起的吉米，没想到是老熟人呢。结果姐妹花直接嘲笑道，那小子经常找他们，但他根本不行，那个家伙融不进大家的圈子，只知道穿着尿布去地牢。鲍勃没想到自己一下子吃了这么大个瓜，简直堪称毁灭级别。他迫不及待去调戏吉米，还带上了3位姐妹花。表里不一，私下玩挺花的吉米瞬间吓得便秘，立马同意了让儿子去参加派对。本来已经学会满足的蒂娜瞬间喜上加喜，在大家的簇拥下和小吉米一起跳舞，送出了自己宛如炸开的烟花般记忆深刻的初吻。最终鲍勃用父爱获得了尊严和女儿最棒的生日派对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视频我们再见。